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远。今天想认真和各位聊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慢性脑供血不足。它就像一个藏在身体里的静默警报，直接关系到咱们晚年是否清醒，有没有尊严。很多人觉得年纪大了，头晕、乏力、记性差是常态，其实这背后往往是大脑这个总司令在喊渴。您不妨想想自己有没有这些感受。早晨醒来，脑袋像裹了湿毛巾，昏昏沉沉，猛地起身，眼前发黑，要扶墙缓半天。平时总感到莫名的累，腿像灌了铅，爬2层楼都喘，记忆也越来越靠不住，明明拿着钥匙却四处找钥匙，话到嘴边瞬间忘记。白天看电视容易打瞌睡，晚上躺下反而辗转难眠。如果您有这些情况，请别简单归咎于老了或没睡好，这很可能是慢性脑供血不足的典型信号。大脑只占体重的 2%， 却消耗全身 20% 的氧气和血液。一旦输送血液的血管变窄，血液变稠，或因颈椎问题压迫血管，大脑供血就会不足，短期导致头晕、迷糊、乏力，长期则会伤害脑细胞，导致记忆力衰退、情绪改变，大幅增加未来发生脑中风或认知障碍的风险。听到这里，您先别紧张，咱们的身体有强大的代偿和恢复能力，关键是要重视这些信号，并采取正确、持续的方法来改善。今天，我不仅要帮您认清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我将分享一套非常实用，在家就能做的调理方法，特别是3个简单易学、不花1分钱的小动作，每天坚持能有效促进血液循环，像为大脑开闸送水一样，逐步缓解头晕、乏力、记性差等问题。这些方法安全方便，坐着、躺着都能练习。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大脑保健的实用知识，学会用简单有效的方式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点亮小铃铛。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分享的动力。好了，我们下面进入正题。首先咱们得弄明白，到底是不是脑供血不足找上您了。有人说，我头晕就是供血不足吗？那也不一定，也可能是耳石症或者血压问题，但脑供血不足有它自己的一套模样。如果您身体出现下面这7个信号，并且持续了2个月以上，那您可真得留神了，这是大脑在使劲向您喊救命呢。第一个信号是脑供血不足，就是头晕头痛，但它的晕很特殊，不是短暂的头晕目眩，而是一种持续的昏沉感，脑袋像灌了铅，或像被湿毛巾裹住，昏昏沉沉，反应变慢，思考时如同脑中一团浆糊，走路时症状尤其明显，双脚像踩在棉花或云朵上，深一脚浅一脚，总觉得地面不平，身体不稳，这是小脑缺血导致平衡感变差的表现。有时甚至会突然出现天旋地转的眩晕，必须原地不动，紧闭双眼才能缓解。伴随头晕的，常常还有眼睛和耳朵的异常，视力可能模糊，出现重影或眼前有飞蚊，严重时会突然眼前一黑或一片白茫茫，称为一过性黑蒙，但很快恢复。这常被误以为是老花眼，实则是脑中风的重要预警。耳朵可能出现蝉鸣或嗡嗡声的耳鸣，或听力莫名下降，在安静时尤其明显。头痛也不同于剧烈刺痛，多为持续性的闷胀痛、钝痛，有时头皮发麻，触碰时不适感明显。第2个信号是睡眠异常。睡眠是大脑自我修复的过程，供血不足会严重影响这一机制，表现为2种极端情况，一种是失眠，入睡困难，辗转反侧，容易惊醒，醒了难以再睡，多梦，且多为紧张疲劳的梦，晨起仍觉乏力。这些并非简单的神经衰弱或心事多，而是大脑供血不足导致无法进入深度睡眠的结果。另一种更危险的信号是嗜睡，表现为每天睡很久仍觉困倦，白天不分场合频繁打瞌睡，醒来后反应迟钝，昏昏沉沉。这并非能睡是福，而是大脑因严重缺氧而触发的省电模式，强制降低身体活动以节省能量，是脑缺血达到危险程度的重要警示。第2个信号是记忆力的显著下降，
甚至出现短暂断片。这需要与自然的衰老健忘区分。正常的遗忘常常能事后想起或被提醒，而脑供血不足引起的记忆问题则更为突出。其典型表现包括近期记忆快速丢失，如刚交代的事转身即忘，或刚吃完饭却想不起吃了什么，出现意识空白，对着熟悉的物品如遥控器不知如何使用，或在家附近突然感到陌生，认不清路，认知功能下降，连熟人的名字都叫不上来。这种情况主要源于大脑中负责记忆储存与提取的海马体区域对缺血缺氧极度敏感，一旦供血不足，其功能就会受损，导致记忆无法正常形成和读取。若不加干预，长期脑供血不足会加速脑组织损伤和脑萎缩，大幅增加未来发展为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的风险。因此，当出现此类明显的有别于普通老化的记忆衰退时，切勿简单归因为老糊涂，而应视为大脑发出的重要警报，及时检查并改善脑部供血。第4个信号，脸和手脚发麻。这个信号特别关键，因为它往往是脑梗来临前的最后警报。大脑皮层里有专门管理感觉的区域，如果这个区域的血管堵了，供血不足了，身体的感觉信号传不回大脑，或者大脑的指令传不到手脚，就会出现麻木感。这种麻木通常有单侧性，就是只发生在身体的一边。首先是脸，您可能觉得一边脸发僵、发木，像贴了层胶布，紧绷绷的，笑的时候肌肉不听使唤，嘴角歪向一边，甚至不自觉地流口水。吃饭时总觉得舌头不好使，容易咬到腮帮子，或者感觉食物在嘴的那一侧没知觉。其次是手脚，最典型的是手指发麻，像有无数小蚂蚁在爬，那种痒痒的、麻麻的感觉，甩也甩不掉。还有的朋友觉得胳膊腿发沉，端个杯子都觉得重，手一抖，杯子啪就掉了。这种麻木感有时持续，有时一阵一阵。很多人以为是颈椎病压迫神经了，或者睡觉压着了。怎么区别呢？颈椎病引起的麻，通常伴着脖子疼，而且往往是特定的手指麻，而脑供血不足引起的麻，范围更广，常常是半边身子，或者整个手掌、整个脸。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哪怕只持续几分钟就缓解了，也必须马上立刻去医院，因为真正的脑梗可能随后就到。第5个信号，性格大变样。这个信号最容易被家人忽略，也最容易引起家庭矛盾。很多子女觉得老爸老妈年纪大了，脾气变怪了，固执难伺候。其实这真是冤枉老人了。如果家里老人以前性格开朗温和，是个热心肠，忽然变得孤僻，不爱说话，不愿意和人打交道，整天发呆，对什么都没兴趣，连最喜欢的小孙子都不愿意抱了，变得冷漠，这叫淡漠型改变。或者反过来，以前内向斯文的一个人，突然变得特别急躁，爱发脾气，固执己见，一点不顺心就暴跳如雷，甚至有点攻击性，动不动摔东西、骂人、疑神疑鬼，总觉得儿女要害他，或者觉得老伴藏钱，这叫躁狂型改变。这时候做儿女的别光顾着生气，也别觉得老人是做，您得想想，这可能是病了。大脑的额叶是管情绪、性格和逻辑思维的高级指挥中心，如果额叶缺血了，人就失去了控制情绪的能力，也就是自控力没了。就像电脑的主板坏了，程序全乱套了，他们自己其实也控制不住，事后可能也后悔，但当时那股火就是压不住。这是一种病理性的变化，是脑供血不足导致的大脑功能退化。作为家人，这时候需要的是理解和带他们去看医生，而不是责怪和吵架。第6个信号，活动不灵便了。运动神经失灵是脑供血不足最常见也最直接影响生活自理的征兆。大脑通过神经像电线一样指挥四肢活动，如果总闸缺电了，下面的机器肯定转不动。轻一点的表现是笨手笨脚，以前系扣子、拿筷子这些细活，现在做起来特别费劲，手发抖。明显的表现是没力气，严重的表现是走路不稳，走起来摇摇晃晃，老想往一边歪，走不成直线，
像喝醉了。还有一种危险情况叫跌倒发作，就是走着走着，突然双腿一软，跪倒在地，但意识是清醒的。这通常是给脑干供血的椎基底动脉严重缺血导致的。对老年人来说，这一摔很容易骨折，后果严重。另外，还有人会出现肢体一阵阵抽筋，或者不自主的跳动、抽搐，这也是运动神经受损的信号。第7个信号，说话和吞咽困难，这也是运动神经受损的一种特殊表现，医学上叫球麻痹或延髓麻痹。如果您发现自己或家人短时间内说话变得含糊不清，大舌头像嘴里含着热茄子，或者像塞了棉花，呜呜啦啦别人听不懂，或者明明知道那个词，可嘴上就是说不出来，找词困难，这就是语言障碍或失语，这是大脑语言中枢缺血的铁证。朋友们，讲到这里，7个信号咱就拆解完了：头晕头痛、睡眠障碍、记忆断片、肢体麻木、性格改变、活动不灵、说话吞咽困难。每一个信号都是大脑在向咱们发出焦急的呼救。如果您对照自己，发现出现了一个，要开始警惕，调整生活；如果出现了2、3个，还持续了2个月以上，那我建议您别犹豫，别拖，一定去医院做个检查，比如经颅多普勒、颈动脉彩超，或者头颅 CT 磁共振，弄清楚血管的情况。只有早点发现，才能早点干预，把血管疏通了，血供上去了，这些症状自然就慢慢消失了，咱们的晚年生活质量才能高，才不给儿女添负担。朋友们，听完这7个信号，您可以在心里给自己估摸估摸。不过，不管您是已经查出来了，还是处于这种似病非病的亚健康状态，接下来的内容才是今天的重中之重。咱们知道了问题在哪，那怎么解决呢？医院可能会开点扩张血管的药，中医可能会调理气血，这些都有用。但老话说，求医不如求己，在咱们自己身上，其实就藏着3把金钥匙，只要每天动一动，就能帮着把淤堵的血管揉开，把新鲜的血液泵到大脑去。这3个动作原理很科学，它们分别针对咱们的颈椎血管通路、脖子肩膀肌肉泵和大脑皮层的反射区。第一个动作叫搓揉后脖子，目的是打通大脑的黄金供血路。为啥要做这个？朋友们，您摸摸自己后脖梗子，是不是感觉硬邦邦、凉飕飕的？咱们大脑供血主要靠4根大血管，前面2根颈动脉，后面2根椎动脉。现在低头的时候太多了，看手机、看电视、打麻将，脖子老是一个姿势，这就容易让颈椎的小关节错位，或者颈部肌肉僵硬、痉挛。一僵硬，直接就压迫了从颈椎骨头缝里穿过的椎动脉。就像浇花的水管，您用脚踩住了，水流肯定变细，大脑能不缺血吗？所以这第一个动作，就是要给这几根血管松松绑，把路上的障碍清一清。具体怎么做呢？首先，找个舒服的姿势坐好，椅子要稳，腰背挺直，全身放松，把2只手掌心用力搓热，一定要搓到发热发烫，带着热气效果才好，因为热能生发阳气，化开淤堵。然后把双手放到后脑勺下方，脖子2侧的肌肉上，这里有2个很重要的穴位，叫风池穴，就在后脑勺骨头下缘的凹陷处，那是风邪容易进去的地方，也是脑供血的关键开关。用手掌根或者大拇指指腹，从脖子最上边开始，顺着脖子2侧的大筋，慢慢的往下揉，一直揉到脖子根。注意，是揉，不是光蹭皮，要用点按劲，让力量透到肌肉里面去，把里面那些硬疙瘩、条索状的东西揉散。一边揉一边心里默数，1下、2下，大概揉30到50次，力度以您感觉酸酸胀胀的舒服为准，千万别用蛮力，别戳破皮。揉的时候可以闭上眼睛，想象手掌的热气正在融化脖子里的冰疙瘩，想象血管正在一点点变宽，血液正哗啦啦地往上涌。揉完这一遍，您会觉得脖子发热，甚至有一股暖流往头顶上冲，眼睛都好像亮了一点。这就对了，这说明局部血液循环加快了，被压迫的血管舒张开了。最后，咱们再配合一个小动作，
轻轻的、慢慢的扭扭脖子，像乌龟探头那样左转转、右转转，把刚才揉松的肌肉再拉伸一下，帮助颈椎回到正位。这个动作每天没事就能做，特别是早上刚起床，或者看电视看累了的时候，搓一搓、揉一揉，不仅能改善脑供血，还能预防颈椎病，缓解眼睛疲劳。做完脖子的放松，咱们得给血液加点压力，让它更有劲地往大脑冲。这就得用到肩膀上的这块大肌肉斜方肌。第二个动作叫耸肩沉肩，目的是启动身体的肌肉泵。您可能不知道，人体的血液循环除了靠心脏这个大泵，还靠肌肉收缩这个小泵。肩膀一耸一落，其实就是在挤压和放松颈部的血管，产生一种泵吸效果，把血液往大脑里送。就像以前压水井，您得一下一下压那个杆，水才能上来。具体怎么做呢？还是坐着或站着，上身挺直，双臂自然垂在身体两边。先吸气，深深地吸一口气，同时用力把肩膀往上耸，就像要用肩膀去碰耳朵一样，耸到最高点，这就是耸肩。这时您会感觉脖子根和肩膀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好像所有力气都聚在这儿了。保持这个紧绷的状态，停2-3秒，心里默数1、2、3，然后呼气，所有力气一下子放松，让肩膀自然的重重的落下来，这就是沉肩。这时您会感觉一股轻松感从脖子流下来，那种酸胀感一下子释放了。就这么一上一下，耸起，停顿，落下，算一次。咱们连续做30到50次，做的时候要注意体会那种节奏感。耸上去时像在给水枪加压，是积蓄能量；落下来时像在发射，是释放能量。这个动作不仅能加速颈动脉的血液循环，让大脑瞬间得到滋养，还有个额外好处，缓解压力。人一紧张，本能会耸肩，那是身体的防御反应。咱们现在主动耸肩，放松，其实是在告诉大脑，我很放松，很安全。这对那些因为焦虑、失眠导致脑供血不好的朋友特别管用。做完这几十次耸肩，您可能会觉得肩膀有点酸，那是好事，说明肌肉得到锻炼了。这时您再晃晃膀子，深呼吸一口，会觉得胸口不闷了，眼睛也更清亮了。前2个动作是从通路上解决问题，疏通血管。第3个动作是从终点解决问题，直接唤醒大脑。第3个动作叫空抓手，目的是激活大脑皮层。大家可能听过十指连心，医学上更准确的说法是手脑相连。在大脑皮层里有张运动功能分布图，管手的区域面积最大，占了差不多1/3。也就是说，咱们手指动一下，就得调动大脑里大量的神经细胞来参与。反过来，如果我们不断地活动手指，就是在给大脑皮层发送强烈的刺激信号，就像给大脑做有氧操，能让那些因为缺血而昏昏沉沉的脑细胞重新兴奋起来，还能促进侧支循环的建立，也就是在大脑里开辟新的供血小路。具体怎么做呢？这个动作特别简单，简单到随时随地都能做。伸出2只手，掌心向下或向前，先5指用力张开，张到最大，感觉指缝都撑开了，手掌心皮肤绷紧，指尖微微上翘，然后用力握拳，把大拇指包在里面或外面都行，关键是要用力，紧紧握住，好像手里抓着宝贝不肯放一样。保持1秒钟，再用力张开，再用力握拳，张开，握拳，张开，握拳，就这么重复。速度不用太快，要做到位，要有劲，每次张开和握拳都要用到最大幅度。这个动作也做30到50次。我特别推荐大家早上醒来还没起床的时候做。为什么呢？因为早上是脑供血不足的高发时段，血液比较粘稠，血压有波动。这时您躺在被窝里，先别急着起，先做几十个空抓手，把远处的血液循环调动起来，把大脑叫醒，然后再慢慢起身。这样能大大减少起床后头晕、摔倒的风险。平时没事，手里盘2个核桃，或者捏捏握力圈，也是类似道理。但空抓手的好处是，它什么工具都不要，
而且张开手指那一下能拉伸肌腱，效果更全面。如果您能每天坚持做，不光脑供血会改善，手劲也会变大，拿东西不会再轻易手抖了。朋友们，咱们来回顾一下这3个动作的组合拳。第一步，揉脖子，给血管松绑，去掉压迫，这是疏通道路。第二步，耸肩膀，给血液加压，泵血上头，这是增加动力。第三步，空抓手，唤醒脑细胞，激活皮层，这是终端刺激。这3个动作一环扣一环，缺一不可。作为一个关注大家健康的人，我还得再多叮嘱几句，给您几个生活上的小锦囊。这就好比修路，路修通了，咱们还得好好保养，还得保证路上跑的车况良好才行。第一个锦囊，喝水是最好的血液稀释剂。很多脑供血不足的朋友一查血，常常发现血液粘稠，血太稠了，流的就慢，像粥一样，怎么能顺畅供上大脑呢？而解决血液粘稠最便宜最有效的药就是白开水。很多老人不爱喝水，怕晚上起夜，或者不觉得渴就不喝，这想法不对。等到感觉口渴时，身体已经缺水好一阵了。江远建议您养成3个1杯水的习惯。得一，睡前喝2-3口水，不用多，预防夜间血液过度粘稠。第二，如果起夜，顺便喝2小口，补充水分。第三，早上起床后喝1大杯温开水200毫升以上，这是黄金水。经过一夜的消耗，血液最稠，这1杯水下去，能快速稀释血液，唤醒肠胃，让大脑一下子清醒过来。第二个锦囊，枕头是颈椎的守护者。咱们刚才说了，颈椎问题是脑供血不足的一大原因，而枕头如果不合适，您每天睡觉的7-8个小时都在伤害颈椎。很多朋友喜欢睡高枕头，觉得高枕无忧，其实是高枕有忧。枕头太高，脖子窝着，后面的血管被拉长压迫，血供不上去。枕头太低也不行，脖子悬空，肌肉紧张。什么样的枕头合适呢？江远告诉您一个简单标准，一拳高。您侧躺时，枕头高度应该和一侧肩膀的宽度差不多，让颈椎保持一条直线。平躺时，枕头被压下去后的高度大概等于您竖着握拳的高度，而且枕头要垫在脖子下面，不是光垫后脑勺，要给颈椎一个稳稳的托举力。今晚回家，您就检查一下自己和家人的枕头，不合适的建议换一个。第三个锦囊，饮食要当血管清道夫。脑供血不足，很多时候是因为血管壁上有斑块，也就是动脉硬化。这时候咱们得少吃油腻的、太甜的、太咸的东西，比如红烧肉、咸菜、油条，都要控制量。多吃什么呢？多吃那些能帮助软化血管、抗氧化的食物，比如深海鱼，富含 Omega-3， 对降血脂有好处。比如黑木耳、洋葱，有助于抗凝血，预防血栓。比如西红柿、西兰花，富含抗氧化物质，能保护血管内壁。还有坚果，像核桃、杏仁，每天抓1小把，补脑又对身体好。第四个锦囊，情绪是血管的调节阀。中医讲怒则气上，一生气，脸红脖子粗，血压噌就上去了，但那是一种病态的充血，容易引发脑出血。而长期郁闷、焦虑、生闷气，会导致气血瘀滞，血管收缩，脑供血也会变差。所以到了咱们这个年纪，什么最重要？开心最重要。儿孙自有儿孙福，别太操心，遇事别钻牛角尖，多去公园散散步，多和老朋友聊聊天，心宽了，气顺了，血脉自然就通畅了。朋友们，脑供血不足虽然听起来有点吓人，症状也让人难受，但它绝不是绝症，它是身体给咱们的一个善意提醒，告诉咱们该休息了，该保养了，该多关心自己了。只要咱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身体发出的这7个信号，坚持做这3个简单的小动作，揉脖子、耸肩膀、空抓手，再配合上适量喝水，睡对枕头，吃得清淡点，保持心情开朗，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您就会感觉到头不晕了，眼不花了，睡觉踏实了，记性也好些了，那种浑身轻松、
头脑清晰的感觉又慢慢回来了。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为了让儿女少操心，为了咱们自己能安享一个健康、有质量的晚年。老话说得好，世上没有什么比健康更珍贵。江远愿意做那个在路边提醒您注意健康的人，但也需要您迈开腿，跟着一起行动起来。如果您觉得今天聊的这些对您有帮助，哪怕只记住并开始做了一个动作，我心里就特别高兴。请您动动手指，给视频点个赞，这样能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看到。也请您把视频分享给您的家人、老朋友、老同学，把这份健康的关心传递出去，让更多人受益，这也是积福的好事。我是江远，一个希望您少跑医院，多享安康的老朋友。咱们下回再聊，祝大家头脑清醒，眼神明亮，身体硬朗，健康长寿。